我是你们的气球君。在过去10天，我体验了三星的小屏折叠手机 Galaxy Z Flip， 并把我的使用感受记录了下来。就从我跟它相见的第一天说起，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。闭合状态的它羞涩地呈现出正方形的姿态，粉色的玻璃后盖加上银色的铝合金边框，光线扫过还会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手机并不能完全闭合，折叠状态下中间还是会有一道肉眼可见的小缝。机身尺寸比我想象中要长，比起普通手机真的是长了一大截。但因为较窄的宽度，单手握感很好。关于折痕，使用状态下它的存在感比我想象中弱很多，但在深黑色背景或是强光源的情况下，折痕怎么说还是挺明显的。总体来说呢，刚拿到手机的时候，对于折痕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抗拒，偶尔甚至还会用手指划过中间的折痕。这哪是折痕啊，这是科技进步留下的印记。边框很宽且凸起状，装上水，你看这像不像一个游泳池？高边框对我来说暂时还不是缺点，用惯了曲面屏，初用会带边框的手机，因为不必担心边沿误触，反而安全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第一天拿到它，新鲜感充盈着我的大脑，即使把它放在衣服口袋，也会时不时的想要去摸一下它，确定它还在不在。你说这么贵的手机，真的很怕它被人偷掉啊！走在人群拥挤的大街，打开它都会让我觉得有点羞涩，就怕动作太大，不小心成为大街上最炫酷的仔。尝试来进行单手开合，说简单不简单，说难也不难，这个还有待慢慢体验。随手拿它拍了些照片，听说它跟三星 S20 用的是同样的镜头模块，成像效果很优质，不必纠结太多。晚上约了焦妮吃饭，和她分享新奇物品带来的喜悦。看着她惊讶的表情，我的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我不是变态啊，我真的不是变态。这就是我跟她度过的第一天。这手机真的比一般的手机长一大截，这让我久久的不能平静。玩游戏时真的有一种宽屏电影的融入感。聪明的我还发掘了它的全新玩法，你看，这是跑跑卡丁车，而这个则是跑跑卡丁车的3D 版。这个是刺激战场，而这个则是刺激战场的3D 版。哈哈，很妙有没有？游戏玩累了，那就听听歌吧。选好歌曲，合上手机，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音乐盒子。切歌也很方便，触摸2次激活外屏，向左滑进入歌曲的切换界面。关上手机，此刻音量增减按钮随着形态变化也发生了导致。三星对于细节的处理真的是非常讲究。对了，它的外放音质并没有很好，因为只配有一个扬声器，整体音质给人很干的感觉。不过话说，折叠屏的手机真的是为了分屏模式而量身定制的，中间的折痕正好划清了2个 APP 的楚河汉界。折叠形态也让这部手机有了更多的站立方法，吃饭的时候可以把它，你看这样子立起来看视频、刷微博，视频聊天、拍照的时候，也因为折叠的形态，可以让它不借助外力便能轻松的站立，在景点要打卡的时候，真的是非常的有用。对了，用了2天的折叠屏手机，我已经落下了后遗症。今天当我用过 iPhone 时，我居然会想去折一下它，还好我不是肌肉猛男。今天又发现了一个小细节，它的震动马达确实是很棒的，打字的时候震动反馈非常的清脆。发现人真的是非常懒惰的动物。使用非折叠屏手机的时候，我会时不时的点开屏幕去看一下消息，而就仅仅因为多了一个需要打开手机的动作，我现在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，不那么频繁的去翻开手机了。不去看手机真的不是因为我的自制力强而是我懒。1.1英寸的小屏幕居然还有大大的用处，别看屏幕那么小，外出旅游时还会同时显示当地和你家的时间，
即使它们都在同一个时区。充电时还会显示剩余电量的信息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今天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，叫做《日子》，这真的是一部非常闷的文艺电影，让我时不时的想要去看下时间。使用 iPhone 的话，点亮屏幕发出的强光很可能会影响到旁人。那有了这个小屏幕，在电影院看时间再也不必担心会影响到他人了。对了，晚上睡醒想要看一下时间的话，也不必被闪瞎眼了，这姑且算是一个小小的优点吧。虽然 Galaxy Z Flip 拥有一枚自拍镜头，但它的画质真的是不敢恭维。利用小屏幕还可以用主镜头来进行自拍，这样一来自拍的画质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。小屏幕还可以用来预览信息，不过亮屏时间实在很短，常常还没有看完信息它就熄灭了。想要调整亮屏时间，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在哪设置。如果你知道，不妨在评论里告知一下，多谢啦。一连3天都用的 Galaxy Z Flip 这才突然想起了旧情人的 iPhone。迟钝的我这才发现，即使三星宣称 Galaxy Z Flip 用的也是玻璃屏幕，所谓玻璃屏幕，但 Z Flip 的屏幕和我们熟悉的玻璃触感真的还是很不一样的。相较于 iPhone， Galaxy Z Flip 的屏幕触感是绵绵软软的，怎么说，稍微有点拖泥带水的感觉。今天事儿真的不多，于是我又认真的拿它玩了会儿游戏。刚开始的时候还好，但不多久，左手边的后盖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发热，同时游戏也卡顿起来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它的处理器并不是三星自家的猎户座，而是高通骁龙的855 Plus， 拥有8GB 的运存，256GB 的内存。按道理说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的。我估计是机器的散热性能不佳。总体来说，这部手机可能不太适合喜欢玩手游的朋友。吃饭的时候看了一个拆机视频，发现 Z Flip 的屏幕是非常脆弱的，就是这薄薄的一层膜。突然想到很多朋友可能会给自己的爱机选择手机贴膜，可是我就想，如果贴膜撕下膜的时候，会不会连带损坏手机本身的这层薄膜呢？我建议，如果你买了这部手机，保险起见，还是先不要贴膜的好，也要避免单手打开手机了，因为这样指甲可能很容易会划伤屏幕。关于续航，它拥有33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，支持15瓦的有线充电和12瓦的无线充电。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续航测试，用普通的屏幕亮度来看视频，每小时掉电大概8%，可以连续播放12小时的视频。转眼间10天了，随着新鲜感过去，我渐渐变得理性，开始思考这种手机形态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之前还说，因为翻盖设计加上我的懒惰，它或许可以帮我戒掉我有事没事爱玩手机的坏习惯。而如今我才恍然大悟，果然懒惰才是人类的第一生产力。很多时候我已经不把它折起来了，平时就把它摊在桌上，方便拿起来就用。你说这放桌上吧，放久了看它一眼，再看看曾经的旧爱，中间那道折痕不知为何突然又变得碍眼了。拿起旧手机还会想，你说这些手机屏幕怎么可以做到那么顺滑的？从上往下一摸到底，一点断层感都没有。这屏幕怎么就这么棒啊？果然，俗话说得好，小别胜新婚啊！晚上提着行李走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，双手又不得空，又需要用手机来看地图。这个时候，又真心的恨起了这繁琐的折叠设计。是时候为这些天的使用来做一个总结了。三星 Galaxy Z Flip 是手机市场不折不扣的偶像派，玲珑剔透的外表让它赢得了大量消费者，特别是女性消费群体的青睐。要评价这部手机，我想就应该站在女性的角度。下面这番话可能带有对女性群体的固有思维，先道个歉。但对于部分女性用户来说，好看真的就是选择手机的首要标准，能用副屏加主镜头来获取
高画质的自拍啊，可以随时一折立在桌上看视频啊，更是加分项。为了好看，我们强大的女性朋友们已经付出很多了。她们可以忍痛穿高跟，可以每天早起1个小时只为精致妆容，可以忍住诱惑疯狂节食。相较而言，手机用起来稍显繁琐啊，玩游戏会发热啊，屏幕软且易损伤啊，这一切在无比诱人的外表之下，或许真的不算什么了。我试着理性的去评价这部手机，但10天后我发现，在这部手机面前，如果你保持理性的话，那你就输了。正在观看视频的你，特别是女性朋友们，你会怎样评价这部手机呢？欢迎在底下评论区留言，跟气球分享你的看法。作为数码 UP 主，我肯定是希望这部手机能够大卖的。好的市场反馈是对一家厂商的创新与突破最大的鼓励。只有厂商们更敢了，手机差异化更明显了，手机市场的未来才更加的值得期盼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你们的气球君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转发和关注。如果是 B 站的朋友，你试着长按一下赞的话，可以看到有奇迹的发生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